2000年，陕西宝鸡一座村庄的夜晚被一声巨响震醒，村民循声而去，发现一处古墓被炸开了盗洞。当考古队赶到现场清理时，目瞪口呆地发现这座千年古墓内竟布置着3道令人叹为观止的致命机关，一座8米高的端门，抽出任何一块石头就会瞬间坍塌；一道名为轮回闸的石门，只出不进；还有天崩落石的穹隆顶，稍有触碰便会掩埋一切。然而如此精密的防盗系统依然未能保住墓中珍宝，整座墓只剩下2件文物，一块1000斤重的墓志铭和一枚免死金牌。究竟什么人的墓葬需要如此严密的保护？又是谁能够穿越这些机关成功盗宝？不过这座墓的主人，他的故事远比这个墓更为传奇。那是2000年冬天的一个寒冷夜晚，陕西省宝鸡市北郊的陵园村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震得周围村民家里的玻璃窗都在颤抖，玻璃窗子都被震坏了。4点多左右就咚地响一下。村民老张回忆说，当时的村民们虽然被惊醒，却没人敢冒着夜色前去查看。直到第2天天亮，村民老张才沿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寻去，发现村北的一处土丘上出现了一个新鲜的大洞。这个土丘并非普通山包。陵园村的名字由来已久，当地流传着各种关于此地古墓的传说。对陵园的这个名字的来历解释有若干种，有人说和金陵河有关系，有人说可能和金人占领这个地方的时候，在这个陵园上面埋有陵墓有关系。然而最引人注目的一种说法是村中老人们口口相传的，这里埋葬着唐末5代时期的一位王爷。有块墓碑，碑上面的话写着是大唐秦王李茂贞。老张回忆说，所以这里的人把它叫齐王坟或者秦王坟。虽然那块碑已经不知去向，但村民们坚信这座土丘下埋藏着非同寻常的古墓。盗洞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当地文物部门的警觉。多年来，陵园村的这座王坟一直是盗墓贼觊觎的目标。从1997年开始，这里就跟盗墓贼成了扯锯战了。宝鸡市文物局加上这个陵园派出所多次到这里围追堵截，始终没有抓住盗墓贼。而且盗墓分子的猖獗程度令人震惊，甚至有人明目张胆地试图收买村民协助盗墓，声称只要让他们挖一下就给村民2000块钱。面对日益严峻的文物安全形势，当地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决定对这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2001年5月，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组织了一支考古队赶赴现场。经过初步勘探，考古队发现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这座古墓的规模远超预期。墓框南北长约45米，东西宽约22米，面积接近1000平方米，而在封土堆的覆盖之下，墓框当中回填的五花土深度超过了20米。如此规模的墓葬，连考古领队刘军社这样的资深考古专家都感到震撼。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进一步勘探过程中，村民老张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线索。在墓的西边还有一座墓，70年代平整土地的时候平整掉了，现在看不到了。考古队随即扩大勘探范围，果然发现了第2座墓葬。通过勘探数据对比，这座新发现的墓葬南北长32米，东西宽16米，墓框面积约510平方米。虽然小于首先发现的大墓，但规模依然十分可观。于是考古队决定将规模较小的新发现墓葬编为1号墓，规模更大的另一座编为2号墓。但接下来一个难题摆在了考古队面前，先挖掘哪一座呢？队员们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先挖规模较大的2号墓，认为研究价值可能更高，也有人认为应先挖1号墓，因为他此前未被发现，可能未经盗扰。经过慎重考虑，领队刘军社拍板决定先易后难，先挖掘较小的1号墓，为挖掘更大的2号墓积累经验。就这样，陵园村1号墓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考古队几乎投入了全部力量，甚至动员当地村民协助。整个陵园村的农民、
加上2家施工队，一共有200多人在这里挖掘，配合考古队工作。考古发掘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队员们首先找到了墓道，开始向下挖掘。然而最初的发现却有些令人失望，这条墓道看起来相当简陋。1号墓没有发现台阶，就是个普通斜坡土墓道，这与之前预期的超级豪华大墓形象相去甚远。然而就在考古队员们沉浸在失望情绪中时，一个意外的发现彻底改变了局面。在墓道靠近墓室一侧的泥土中，突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建筑痕迹。专家立即安排人员重点清理，很快一个3米多宽的砖砌屋檐形建筑逐渐显露出来。这个精美复杂的建筑结构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惊叹不已。后来的研究证实，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古代墓葬设施，端门为这座古墓和其中的谜团揭开了第一道面纱。当1号墓中惊人的端门建筑逐渐显露全貌，考古队员们都被眼前精美绝伦的一幕惊呆了。这座被称为端门的建筑完全由青砖砌成，高达 7.3 米，宽约3米，造型宛如一座微缩高楼。最上层中央是3间大殿，两侧有精美的厢房，第2层是复杂的亭台楼阁，再往下是覆盖着精致铜瓦的斜坡屋面，每一处细节都栩栩如生，浑然天成。更引人注目的是，厢房的砖雕门扇半遮半掩，门后各有一位女子形象，一位做迎客状，另一位做送客状，细节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考古专家研究后发现，这种端门在古墓中极为罕见，历史上仅在河南白沙宋墓和陕西咸阳冯辉墓中发现过类似建筑。据考古界相传，端门的原型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玉皇大帝所在天庭的南天门，象征着人界与仙界的界限。这种设计在皇室陵墓中也时常出现，比如明清时期紫禁城的端门。这一发现暗示着，这座被认为是陪葬墓的1号墓，其主人生前可能拥有极高的地位，甚至具有某种帝王身份。然而，端门的功能远不只是装饰和彰显身份。当考古队员试图通过端门进入墓室时，却遇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难题。端门下方不是预想中的门洞，而是堆积如山的石块。经过专家仔细研究，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石块无法移动，因为整个端门没有横梁支撑，一旦抽取任何一块石头，整座端门就会瞬间坍塌，将入侵者埋葬在废墟之下。这便是墓葬的第1道防盗机关，也被称为天崩落，设计之精妙，令人叹为观止。面对这样的困境，考古队只能另辟蹊径。经过钻探，他们在端门一侧发现了一个约2米见方的空间，像是一个天井。通过这个狭小的空间，考古队员才得以艰难地进入地宫。然而，进入地宫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却让队员们大失所望。墓室前庭尽头的石门已经倒塌，明显是被人为破坏的。这道倒塌的石门构成了墓葬的第2道防盗机关，被称为轮回闸。考古专家检查发现，这道石门竟然没有门轴，根本无法开启，只能凭借榫卯结构整个镶嵌在门框中。它就像一个单向通道，一旦关闭就无法从外面打开。这种设计意味着，当逝者下葬后，工匠们关闭大门，放下门后的自来时，被石块顶住的大门将不能再次开启，任何试图强行进入的盗墓者都会面临无法突破的障碍。穿过前庭和甬道，考古队来到了地宫深处的后室。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墓葬的第3道防盗机关——苍穹顶。这是一个放置棺椁墓室正上方的建筑结构，用青砖砌墙合拢的8边形穹隆顶，每边长 1.6 米，高 5.6 米，依据古代的八卦图形式排列。这个穹隆顶看似坚固稳定，但实际上极为脆弱，一旦被触碰，整个墓室就会形成大面积塌方，瞬间掉下来的大量巨大石块足以将墓室、珍宝及盗墓贼一起埋葬，
谁也无法带走墓中的财宝。这3道精巧绝伦的防盗机关——天崩落、轮回闸和苍穹顶，构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防盗系统，堪称中国古代墓葬防盗技术的巅峰之作。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尽管如此精心设计，1号墓依然被盗，这让考古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尽管发现墓葬已被盗扰，考古队员们仍坚持进行清理工作。在前庭两侧的廊壁上，他们发现了许多精美的砖雕，包括鸳鸯牡丹图和2组人物砖雕、2人抬轿图和8抬大轿图。这些作品不仅保存完好，而且刻画细致入微，充满生活气息。特别是8人抬轿图，由6块砖雕拼合而成，轿夫身着白色交领长衫，外面系有红色长衫。这些砖雕不仅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生活细节，也展现了工匠们艺术创造力。除了抬轿图，考古队还在墓中发现了其他精美的砖雕，如汉人牵马图和胡人牵马图。在汉人牵马图中，马夫身材健壮，骏马蹄蹄，捕捉了马夫牵动骏马起步的瞬间状态。胡人牵马图中的骆驼装饰华丽，披毯纹饰精细，展现了当时社会中多元文化融合的真实写照。这些砖雕在同时期的墓葬中从未出现过，尤其是真实的8抬大轿图像更是首次被发现。继续深入墓室，经过一系列的清理工作，考古队员终于进入了地宫的前室。就在这时，他们有了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一盒石质木质。这块木质盖上刻着禁锢秦国贤德太夫人墓志铭12个篆体大字，详细内容足有1691个字，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迹。根据墓志记载，墓主夫人姓刘氏，齐州人也。天福3年晋封秦国太夫人，5年加号秦国贤德太夫人。天福是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年号，这说明墓主人是位籍贯在宝鸡的刘姓贵妇人，在后晋时期被加封为秦国贤德太夫人。更引人注目的是，墓志中还提到几位身居高位的人物是他的几个儿子。经专家查阅史料后发现，这些人都是唐末5代著名军阀李茂贞的子嗣。至此，1号墓的墓主人身份浮出水面，难道他真是李茂贞的夫人刘氏吗？然而奇怪的是，在这篇洋洋洒洒近1700字的墓志中，竟然只字未提她的丈夫李茂贞本人。这一反常现象引发了考古专家的诸多猜测。在地宫的后室，考古队员们终于找到了1号墓主人的棺椁。这位贵族夫人刘氏的棺椁位于后室中央，制作精美，四周刻有仕女图以及门楣窗帘等精细图案。然而，当打开棺椁查看内部时，考古队员们发现棺内已经被洗劫一空，只留下少量难以搬运的随葬品碎片。棺椁内本应放置墓主人的遗体和贴身珍宝，如今却空空如也，这再次证实了墓葬曾被盗墓者彻底光顾过。令考古专家们感到不解的是，尽管棺椁被盗，但其制作工艺和保存状态仍然相当完好，这与墓中其他地方被破坏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专家推测，盗墓者可能对墓葬结构极为熟悉，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盗取，而不是一味的破坏。这不禁让人好奇，2号墓墓主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而墓中的那些精妙机关究竟是如何设计的，又是如何被盗墓者破解的？这一切谜团仍有待进一步揭示。当考古队转向规模更大的2号墓时，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发现令专家们震惊不已。在清理2号墓墓道时，考古队员惊奇地发现墓道两侧绘有精美的壁画，东壁上是栩栩如生的青龙图案，西壁则是威风凛凛的白虎形象。这种东青龙西白虎的布局在中国传统墓葬中具有特殊意义，通常只出现在帝王陵墓中，是皇家专属的象征。这一发现立即改变了考古队员对2号墓的初步判断，意味着墓主人可能拥有超乎想象的尊贵身份。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
一个更加惊人的发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在墓道外面的地面上，考古队员发现了一组由唐砖精心摆放而成的特殊图案。这些唐砖的排列看似随意，但仔细观察后发现，其中一些有意留下的空隙竟然精确构成了一幅北斗七星图。在古代封建社会中，这种天象符号有着极为严格的使用限制，只有真正的帝王才能拥有以北斗七星图陪葬的资格。这项发现使墓主人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在这片表征天象的唐砖中，专家们还注意到一块极不寻常的怪砖，它不是规则的矩形，而是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箭头状形态。这块异常的砖石究竟有何用途？考古界展开了激烈讨论。一种观点认为，这可能是盗墓者或墓葬建造者留下的隐秘标记，指引特定人士找到墓中的珍宝所在。另一种更为学术的解释则认为，这是一种精妙的天文象征，箭头指向北极星，与北斗七星图形成呼应，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天象系统，象征着墓主人在天界的崇高地位。继续深入墓室，考古队员终于抵达了墓主人安息的核心地带。在清理过程中，他们发现墓室中的棺椁已经破损严重，内部木棺已经腐烂。令人震惊的是，当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棺椁时，里面只有一具男性头骨，没有其他骸骨和随葬品，只在椁底发现残留的墨地、朱纹、金线钩和双龙细朱纹。专家经鉴定后认为，从头骨的特征来看，与史料中记载的相符，但仅凭这些证据尚不能完全确定头骨的身份。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挖掘继续深入，专家们在2号墓的底部发现墓室下方还有约7米深的回填土。这意味着墓穴原本挖得很深，但最终建造的墓室却很小，大部分空间被回填了。这种大墓框、小墓室的奇特现象让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在墓室深处，考古队员还有了一项重大发现。尽管墓葬似乎已被洗劫，但在清理过程中，他们找到了一件非同寻常的文物，一块锈迹斑斑的铁板。经过仔细研究，专家们确信这极有可能是传说中的丹书铁券，也就是古代皇帝赐予有大功之臣的免死金牌。这种平常只在影视剧中出现的东西，在考古挖掘中极为罕见。免死金牌持有者可在犯错时免除1次死罪，显示出持有者与皇室之间的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些发现让古墓的主人身份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谜团。考古队在墓室中寻找了很久，终于发现了一块边长84厘米、高36厘米的正方形木质。然而，当专家们兴奋地揭开木质时，却发现上面刻着大唐秦王钟敬几个大字。这几个字让在场的考古专家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大唐表明时代，秦王是封号，而钟敬应该是谥号或人名。然而查遍唐朝史料，专家们并未找到任何关于大唐秦王钟敬的记载。这究竟是谁的墓葬？最初有专家提出，这可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墓葬。众所周知，李世民曾被封为秦王，后来登基为帝，但这一推测很快被否定。李世民的陵墓在陕西前线的昭陵，早已为世人所知。况且李世民死后谥号为文皇帝，而非钟敬。随后有人提出，这可能是金代的墓葬，因为金陵河的地名与此处相近，而且金人统治时期曾在北方广建陵墓。但进一步研究表明，金代墓葬的风格与此墓相差甚远，且金朝皇室成员中也没有被封为秦王的记载。考古队员们重新审视了墓志和出土文物，并将其与1号墓中出土的晋故秦国贤德太夫人墓志铭进行对比。根据这些线索，专家们推断2号墓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唐末5代时期的传奇人物李茂贞。而且墓志上的字迹格式符合唐末5代时期的书写习惯，秦王的封号与李茂贞的历史记载相符，
而且李茂贞死后的确被视为忠敬，即大唐秦王忠敬。李茂贞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出身平凡，最初只是一名普通士兵。在黄巢起义期间，他因在战场上击败黄巢的大将上让而崭露头角。随后，在一次关键战役中，他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唐僖宗脱险，因此被皇帝赐姓李，并封为节度使，由此开启了他的权势之路。然而，李茂贞最为著名的事迹，莫过于他与佛教的深厚缘分。史料记载，这位戎马一生、杀伐果断的军阀，却对佛法有着极深的信仰。在会昌5年，公元845年，佛教遭遇会昌法难，法门寺遭到严重破坏后，李茂贞从公元901至天公元922年的20多年间，始终致力于修复法门寺。他修寺宇、建法舍、筑铜炉、修佛塔，使法门寺恢复了皇家寺院的繁荣，这在唐代以来是绝无仅有的善举。在五代十国的动荡年代中，李茂贞割据西北，势力范围一度涵盖今陕西大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和四川北部地区，拥有超过1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虽然从未正式称帝，但他开设齐王府，妻称皇后，出行用皇帝仪仗。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独立政权的统治者。唐朝灭亡后，李茂贞拒绝向后梁称臣，仍沿用唐朝的天府年号。后来，当后唐建立时，他虽然上表称臣，但因其是旧朝老臣，被后唐庄宗李煜有加，改封为秦王。而在早年景福2年，公元893年，他曾对唐昭宗表现出极大不敬，甚至率军攻入长安，迫使朝廷屈服，纵兵抢掠，焚烧宫殿，这些都显示出他在当时的巨大实力和野心。结合历史资料和考古发现，专家们终于确认，这座神秘墓葬的主人正是李茂贞本人。墓葬中的北斗七星天象图和青龙白虎壁画，正是他僭越帝王礼制的明证。虽然他生前没有正式称帝，但实际上已经把自己视为与皇帝同等的存在，这也解释了为何他的墓葬会采用如此高规格的设计。随着发掘工作渐近尾声，考古队员们面临着越来越多令人困惑的谜团。最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刻意营造帝王气派的李茂贞墓，其规格和奢华程度竟远不如夫人刘氏的墓葬？在古代森严的等级制度下，这种倒置的现象几乎闻所未闻。更令人费解的是，刘氏墓志铭中竟然完全没有提及丈夫李茂贞。这近1700字的详尽记载，提到了他的子女和诸多生平事迹，却对那位曾经权倾一方的军阀丈夫只字未提。这种刻意的遗忘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第3个谜团来自墓葬的盗扰痕迹。考古队在地宫中发现的盗洞显得工整而专业，有明显的多次进出痕迹。盗墓者不但成功避开了天崩落、轮回闸和苍穹顶3重致命机关，还似乎对墓葬结构了如指掌，精准地找到了财宝所在。这不禁让人猜测，盗墓者可能就是当年参与修墓的工匠或其后人。夜色中，考古队员们围坐在营地，望着不远处沉默的古墓，试图拼凑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有人认为李茂贞可能是突然死亡，来不及完成宏大的墓室计划，也有人推测政治动荡导致李氏家族势力衰落，无力为其修建豪华陵墓。还有一种更为大胆的猜想是，李茂贞与子女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深刻矛盾，使得子女们在其死后对父亲的葬礼和墓葬建设不够上心。此外，墓道地面上的北斗七星天象图和那块指向性的箭头形砖也引发了激烈讨论。这真的是帝王的象征，还是盗墓者精心设计的标记？箭头指向的究竟是北极星，还是藏宝之处？考古队甚至发现，箭头的方向恰好对准了刘氏墓室，而墓志记载刘氏去世时距李茂贞已有19年之久。
这暗示着在李茂贞墓建成后，可能经历了某种重大变故，导致后来的刘氏墓葬格局和规模远超丈夫墓葬。尽管留下了诸多谜团，大唐秦王陵的发掘仍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被科学发掘的五代十国时期同营义学合葬王陵，为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墓中出土的砖雕艺术品，如二人抬教图和八抬大教图，不仅填补了历史文献中的空白，还为研究唐末五代时期的艺术风格、社会习俗和贵族生活方式提供了直观证据。这些栩栩如生的形象，让我们得以一窥1000年前的世界，感受那个时代的美学追求和生活情趣。陵墓中的3重防盗机关天崩落、轮回闸和苍穹顶，则展示了唐末五代时期墓葬建筑技术的高度成就。这些工程力学和建筑美学的结合，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科技水平，也体现了古人对于保护逝者安宁的执着追求。更重要的是，大唐秦王陵的发现，为研究五代十国这一历史上最为混乱、资料最为匮乏的时期提供了实物依据。通过这座陵墓，我们得以更清晰地了解地方势力如何在中央政权衰落时迅速崛起，又如何在政治格局重组中寻求生存之道。李茂贞作为一个从普通士兵一路拼杀到封王拜相的人物，其经历和陵墓都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风貌。站在陵园村的土丘上，远眺环绕的群山，不禁让人感慨历史的沧桑变迁。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军阀，如今只留下一座被盗的陵墓和无数未解之谜。而那个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也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模糊。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古墓，却为我们打开了通往1000年前的时光隧道，让历史重现光彩。当我们站在这座1000年古墓前，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让一个人在死后仍需如此严密的保护？又是什么样的智慧，让古人设计出如此精妙的防盗机关？这些未解之谜，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揭晓，也或许将永远成为历史的秘密，等待着未来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去探索。以上就是本期故事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不同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喜欢的观众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